想不到我竟然穿越了，穿越到了90年代和我同名同姓的青年身上，而且也是一名医生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掌握的临床经验可是远远超过这个年代的水平。太好了，掌握这种优势，根本不用担心我有大好前程啊！你们知不知道？听说咱们科快解散了，咱们这些人哪个不是拼死拼活的？现在全都得被打包送到其他科。哎，行了，少说几句吧。调过去虽然不受待见，好歹也不至于失业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这算好的了。那个新人小江才来2个月，什么都不会，手术刀都拿不稳，去了别的科，估计要挨不少气。小江，今天来的挺早的呀，真是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呀。我资历尚浅，应该跟各位前辈多取取经，才能有长进。这年轻人真看得开。大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父亲吧，他情况很差，快不行了。什么？啊？病人情况怎么突然恶化成这样？他之前肝硬化已经稳定了呀。看他这样子，像是呼吸不畅引起的缺氧。叫内科的医生来吧，我们普外科不负责这一块啊。他也振作点，可千万不能睡啊！病人情况不妙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主任呢？还不快请主任过来！主任这会儿在手术室，还没结束啊！人命关天，这下完了！爸，你别丢下我，求你了，醒醒吧，爸，你别吓我！完了，这个事处理不好，只怕会有更多不满，到时候我们还能调到其他科室吗？让一下啊！昏厥，呼吸困难，血液回流受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立刻准备注射器和消毒用品。我现在要用。患者的症状是心包填塞的表现，这种病的病因往往是积液堆积，导致心包内压力升高，压迫心脏，使其舒张受限，晚了很有可能会死亡。现在需要立刻对患者进行穿刺，再拖下去，他会被积液深深憋死。快！他居然掌握了心包穿刺术，这可是外科最难的有创手术。这个手术不能有半分差池，否则会刺破心脏，危及生命，风险极大。可这小江医生从容不迫，手法成熟稳健，竟然真的做到了。哎呀，舒服了，差点憋死。手术成功了，病人明明已经陷入昏厥，现在竟然真的好了。你一个小实习生，手术刀都没怎么摸过，竟然能把穿刺做得这么完美，这可是被业内视为最高难度的心包穿刺术啊！真是可惜了呀，小江，想不到你的医术这么好。可现在科室快散伙了，你这种难得的人才也未必能得重用。别担心我啊，我有准备。可算找到你了，江医生。汪主任那边来电话说，有个患者需要进行手术，喊你过去帮忙呢。我进医院没多久，还是新人，理应是轮不到我主刀的。主任叫我过去，应该就是让我帮忙，学习经验。马上来。病房5床的那个孕妇，还有刚做了心包穿刺的大爷，你们等会儿多照看。其他人情况暂时还行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，随时联系我。找不到就给手术室打电话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了。江医生，这是5床的医嘱，请您签个字。江医生，我的笔。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不好意思，主任，刚刚有个病人情况紧急，稍微花了点时间，让大家都久等了。江成刚，今天这手术你来开刀。汪主任，这不合适吧？江医生资历尚浅，您这么放心让他来主刀，万一出了事，咱们也没办法交代呀。没错，要换成普通的手术也就罢了，这可是业界的急症啊！让个新人主刀，主任这决定也太欠缺考虑了。一旦有差错怎么办？不用再劝我，小江只是开个刀，主刀依旧是我来负责。要是从师傅手底下带出去的人，连开个皮都做不好，恐怕师傅要被人笑掉大牙了。我能理解师傅的用意，可这种不合规矩的培养方式，万一让别人知道了，对师傅的声誉也不好。主任，还是先让小江观摩学习吧，等之后。江成刚，上台。主任您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不足的还请您指正。准备好就开始吧。江成刚是名校出来的高材生，本来还想着多带带他，可现在科室马上要解散了，实在没那么多时间慢慢来。江成刚，我会帮你一起完成开刀，不用担心，按之前我教你的做。明白，主任。江成刚这就下刀了，这也太莽撞了吧！主任安慰他是怕他紧张，影响手术效果。这小子倒好，看都不看，上来就开刀，不会吓傻了吧？这孩子太草率了，这么急着下刀，可千万别气坏神经了，不然就算手术成功了，之后也会有后遗症，问题可就大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他竟然一次就做到了这么完美的切口，这
这种技术，堪比我之前去进修室拜访的那些行业大佬啊！他不过是实习生，第一次拿刀就切得这么好，巧完了吗？打针线，打针线。好。天哪！虽然只是开刀，可下刀的位置、力量的掌控以及打针线的手法，都称得上教科书级别。江成刚的操作，哪怕我拼尽全力，也未必能达到这种水准。不是未必，是肯定达不到。烦不烦？走开！主任，这个刀开得真不错。小江，你这手法是你们大学里的沈前教授教的吗？啊，我没看错吧？主任竟然这么温和。之前我们这一批刚来的时候，哪个没被他臭骂过呀？他今天居然夸江成刚了。江主任也知道沈教授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怪不得你的技术这般精妙，原来是石成陈教授。早些年我去进修时，有幸在现场观摩过沈前教授的开腹手术。当年沈教授只下了一刀，就让我叹为观止，不得不服啊。算是吧。好，小江，你接着做，我就在这给你打下手啊！今天我就彻底摸个清楚，江成刚的天赋到底如何？什么情况？手术进展好好的，怎么突然生命垂危了？患者心率45次每分，血压65和45毫米汞柱。就算是进行全麻手术的病人，也不该有这么危险的生命体征啊！难道是刚刚开刀损伤了内脏，这才导致心率和血压双重下降吗？否则还怎么解释现在的情况呢？这也说不通，连患者的腹膜都没动，也伤不到内脏。我记得我刚开始下刀前，你是不是擅自改了麻醉剂量？我怕时间太长，患者会醒，就加了剂量。你加了多少？你下的这些麻醉和镇痛剂的量，都能做一场复杂手术了。但我们今天这场手术，不过是个简单的剖腹而已。还是说，你觉得这场手术太复杂，汪主任无法胜任？你认为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，所以擅自下了药剂，从而导致患者醒不过来？我哪能猜得到这江成刚真会做开腹手术啊？还做得这么完美，连出血量都被他精准把控。我以为一定会出岔子，搞得血肉模糊呢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就调整用量。还好江成刚提醒了我，否则就惹大麻烦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他明明是个新来的实习医生啊，竟然还精通麻醉这方面的知识，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穿越前，我可是在省排名第1的3甲医院工作，在我们那儿不但学历、技术和科研都要过关，甚至内外妇儿每一科都得手到擒来，麻醉这方面也是不在话下。凭借我所掌握的临床经验，在这个年代简直就是碾压式的胜利啊！哎，生命体征恢复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继续了吗？小江，你这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吗？怎么突然不做了？汪主任，我在咱们医院资质尚浅，剖腹探查这种手术，理论上来说还不能全程主刀。嗨，医院这种规矩森严的地方，就算我技术再高超，也要按流程来。我现在明面上还只是一个来了几个月的实习医生，普通小手术还可以，剖腹探查这种，哪怕我完成了，也会被人嚼舌根的。凡事都考虑清楚再做，按规矩来，不能因为眼下一时兴起，毁了大好前途。小江，你说的对，你这手术做的手法太过完美，我都看入迷了，下意识以为你是主任级别的，都忘了你才来医院没多长时间。小江啊，等今天这场手术结束，我就去找医院领导，让他们给你的级别升上来。啊，谢谢主任。江成刚这年轻人，平时看着小秘密，没心没肺，谁成想工作起来这么靠谱，行云流水，毫无半点纰漏，简直就是人才中的人才啊！主任，我来给您打下手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手术拉钩给我，还有纱布。下面开始腹腔探查，密切关注患者的情况。一旦有情况，就把平衡液的速度提上去。好。太省心了，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吩咐，小江就把接下来要做的事都安排好了。想不到有生之年，我竟然还能完成这么顺的手术。这要是明年省里再开研讨会，有了今天这场手术的经历，我想过拿好成绩都难呢。准备好器械，现在开始长年连松解术，估计5分钟后缝合。这么快就到缝合了？手术才做了多长时间？1个小时都不到啊，这就要缝合了？上一场剖腹探查手术明明做了3个小时啊，这场简直快得不敢想象。本来还想着今天会忙到凌晨呢，这下好了，这么早就做完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今天终于不用加班了，我回去了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没看错吧？本来想着江成高搞不定的话，我就能顶替他回到医助的位置，结果眨个眼的功夫手术就完了，太夸张了吧？之前每次做剖腹探查的时候都要好几个小时，今天竟然这么快，5分钟后就缝合，怎么可能啊？主任，确定没问题了？要不再复盘一遍吧，别漏了。你这是质疑我？你呀你，哪方面都挺不错，品行也靠得住，
就唯独手术本事差了点，技术实在不怎么样。都是拉钩，你跟小江比起来啊，差得太远了。行了，放一根引流管，安排冲洗工作，缝合这事儿小江来做。你过来。不服气，还是质疑我安排不妥当？我不是。不说别的，但就开腹这块，你说说小江做的跟之前哪儿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关键就在位置啊。原来小江选的是左腹直接切口啊。咱们以前为了保证手术过程不受阻，一直做的都是正中切口。没错，这就意味着小江早就摸准了病人是左侧更重，挑左侧下刀可以给后面省不少麻烦。这要是小江的资质允许他做全程，这场手术交给他来，他会比我更完美，每一刀都挑不出半点错。强生啊，今后你要多和小江学习，他的潜力远超众人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甚至能带领咱们外科在医院里彻底改头换面。主任，这太离谱了吧？谁知道呢？从江成刚拿起手术刀的那刻起，我就明白是时候把舞台交给你们年轻人了。手术继续进行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主任说的没错，江成刚做的确实是左侧开口。怎么了，张老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江成刚，你还在啊？这个病人是我在咱们医院接手的第一个，我还是多等一会儿，等他醒了再走。你可真细致啊！今天这场手术是我从医以来接触过的最高效的一场了，又快又精准，甚至咱们主任都放心的先走了。咱们当医生的，再怎么细致都不算多。张老师，我刚刚看你一直在观察切口，是不是做的哪里不对？小江，对不住啊，最开始我不该怀疑你，我就是有个事儿怎么都琢磨不透，你是如何一下就搞清楚病人的患病部位在哪儿的呢？你说这个呀？你看，把病人的病史和检查结果串起来，再观察报告上的位置，很简单就能下结论了。哎呦，这可不简单啊！只是看看病人的体征，就可以推断出病灶，得积累多少临床经验才做得到啊？在这个行业里，诊断水平最顶尖的向来是内科医生，可江成刚一个外科医生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将知识融会贯通，一般人实在比不上小江，还是你有本事，手术不但高效，还有质量。张老师，今天这种情况也不是非要开个大口子才能治疗，我知道一种方法可以将时间缩得更短，还不会影响效果。什么方法？用腔镜技术就行。小江，这事儿还是别在科里提了，特别是不能在主任的跟前提。汪主任不同意。难不成科里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往？按理说，腹腔镜这门技术在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出现没多久，但也不应该这么排斥啊。一个是传统开大刀，一个是微创，这分明是技术变革的新旧之争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其实吧，这事儿……难道汪主任曾经给患者做过腹腔微创？是啊，最后搞砸了。我那时候要是拦着主任不去做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让他趟这趟浑水搞成现在这样。你想啊，这么昂贵的仪器，整个医院都等着看看结果，哪成想出了岔子，不但挨处分，更被人借题发挥，要解散咱们科。你不知道咱们主任被人嚼了多少舌根，他们都质疑主任，说他买设备吃回扣，根本不管病人死活，不配领导咱们科。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为了做好那场手术，主任连着几天都没合眼，一直练习，就为了把技术推出去。可不知怎的，手术才开始，患者就没了心跳，怎么都救不回来。只有活到这个年代，才明白当初技术革新的推进有多艰难。我身为一个吃过红利的人，必然是清楚腔镜技术的好处，哪怕是为了我自己，也必须让这门技术应用起来。张老师咱们买的那批腔镜器材现在在哪儿放着？还能在哪儿啊？钱都花了，人家设备商也不给退，只能扔在咱们仓库里落灰呗。太好了，省大钱了呀！本来我还想着怎么才能搞到腹腔镜设备，这下行了，直接给我省几10万都不止。病人醒了醒了，醒了。张老师，今天我值班，患者我送回房，你没事回去歇着吧。行，那你多费费心。老张，老张啊，你在啊？今天也有手术啊？小手术而已。老张又谦虚上了。咱们院里能自己主刀的人就那几个，老张你在我这儿绝对是能排得上号的。郑武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，没门儿。
只要普外科不解散，我永远是普外科的人。哎呀，老张，我可没这意思。哎，我们主任今天刚做了台特别厉害的手术，要不要去观摩观摩？能有多厉害？难不成是被称为癌症之王的胆囊癌根治术？这个手术就算是普外科手术天花板的移十二指肠切除术，也未必能比它复杂多少。哎，咱们业内最顶尖的手术之一，老张，这你都不感兴趣吗？哎呀，来吧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，没准将来你来肝胆外科也能用得上呢。咱们外科一生毕生的追求你都不要了。哎，走。这人不简单啊，看上去挺热情，实际上目标只有张强胜一个人。当着我这个旁人就明目张胆挖墙脚，也太肆无忌惮了。他要么是故意挑衅，要么就是压根没把张强胜当回事，绝对有别的意图。这装什么装？真以为自己多厉害？要不是我们肝胆外科刚成立，人员实在欠缺，我才懒得亲自来拉拢他张强胜这种货色。来医院这么多年，到现在都没自己做过4级手术，说他是垃圾都抬举他了。哼，可笑！你们普外科那个低级腹腔镜手术能有什么技术含量？根本不值一提，哪儿比得上我们的胆囊癌根治术？等我把这门技术学到手，肝胆外科副主任的位子还不是手拿把掐啊！老张，快来，就在这里面啊！出来了！哎，这不是胆囊癌根治术的病人呢？急什么？绝对万无一失啊！主刀的主任可是高价挖来的，听说厉害的。就是，媒体和医院的人都在外面候着呢，准忙都行。胆囊癌根治术而已，应该很简单了。就算肿瘤跟周围器官粘连的多，也不至于这么久啊，整整1天也该结束了。还找了媒体的记者来等着报道，就知道今天的患者必定年轻且症状不严重，这种送分的病例都搞不定。这个年代的技术真是落后啊！慢点就慢点吧，顺利结束就行。主任，您没去休息吗？小江回来了，小江刚送病人回房。有相中的就拿，不用客气，都拿走也行。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都是我淘好久才买到的书，大部分都绝版了，花钱都找不着。你小子，我怎么感觉我亏了呢？也罢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精力有限，比不上你们年轻人。强生他人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总不能告诉主任张强胜跟郑武去学习了吧？主任听了心里肯定要别扭，毕竟张强胜可是跟他最长时间的徒弟，私下去其他人那观摩，被人知道怕是要嚼舌根的。张老师今天一直在忙，我看他状态不佳，就让他回去了。这样啊？小强这反应不正常，张强胜必定还在医院。这小子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以前哪怕事情再多，手术结束时间再晚，张强胜都一定会先来找我说一声才走。结果今天就一个胆囊癌根治手术，就让他流连忘返。唉，小江，问你个事儿，要是咱们科真散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主任，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咱们科就很好，大家都很关照我。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今天我破例让你开刀，就是担心你将来到了其他科，因为没拿过刀被人瞧不起。就目前来说，你很有潜力，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以后你要是考虑好了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帮你向领导申请。如果你想去其他医院，我也能找找关系，送你去省医院进修。别看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头子，其实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。主任，没关系，不用往心里去，你慢慢考虑，不着急。毕竟离3甲创审还有一段时间，咱们科还能挺一阵子。主任，如果说我有主意能让咱们科不解散呢？是吗？小江，你再说一遍。主任，咱们科不会散，大家都不用走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。我是认真的。评审而已，都是小事。想当初我为了搞清楚评审的门道，
就连90年代最原始一版的评审规则都研究得透透的，没什么难度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关系到普外科所有人去留的评审，只是一场注定不会失败的游戏而已。此话当真？小将，你快给我说说。主任，您可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创审规则中最关键的2点是哪个吗？你说。一是独立进行4级手术的数量，2是新技术的数量。这2点目前极为重要。单就第一点来说，这种级别的手术大多看缘分，风险系数高，无法保证数量。这一点主任您也知道。你是说咱们要靠新技术？没错，就拿他们肝胆科的胆囊癌根治手术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在这几个月里把新技术做够做实，咱们的创审积分就不用愁了，也就不用解散了。我记得这次创审是积分制，在未来这个行业会对全国医院按积分排名，排名越靠前，能拿到的资源也越多，关注度也越高。等到那一天，哪怕你自己不愿意干，领导都会主动跑过来求着我们继续做。想法是不错，可新技术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推行的？我也想推行新技术啊。他们今天那个胆囊癌根治术，看似风光，实际上还不是私下请了外地专家来帮忙盯着的。这种事儿糊弄糊弄医院领导还能行，真拿到台面上给评审专家看，全是漏洞啊！主任，4级手术数量这一点肯定是达不到了，倒也不是绝对，主要时间不够。这小子倒是很自信，可那些手术不光时间不够，就连技术层面也未必达标啊。有些技术，哪怕是行业大咖的高手都上了突破。我不过是个市级医院的主任，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，跟人家比简直天差地别。其实那些手术并不难，我就能完成，并且绝不会有问题。但这种事也不能只看主刀一个人，集中助手麻醉也很关键，必须得跟上主刀的节奏。目前来说，还没有能跟我打好配合的助手，以防万一，先不考虑碰那些复杂的手术。主任，腹腔镜手术呢？您看如何？腹腔镜？原来你说的出路竟然是腹腔镜手术。论新技术的破局能力来说，这个手术的确很合适，但腹腔镜风险实在太大，弄不好会比4级手术还麻烦。小江，但咱们这行的跟其他职业比不了，咱们一旦失败就无法挽回。要是因为个人目的就强行进行，那无疑是拿患者性命开玩笑。主任，技术在发展，我们做医生的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是希望能帮患者早日摆脱病痛折磨。您所说的风险，我保证不会发生。你担保，我就真的能放心了吗？说到底，你也只是个新人，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气场，让我好像站在行业大咖面前一样，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啊！来人，有没有医生啊？来人，给我吧，有没有医生啊？来人，走。医生，这是怎么了？医生，拜托你们帮帮我爸爸，他快坚持不住了。这是，主任，是切口疝。这个伤口怎么这样？这切口疝大的夸张，也就是表皮还被线禁锢着，里面估计都坏完了。要想治疗，只能手术。这个手术的技术含量不比4级少，要不给病人做开腹修补。主任，有点不对劲。怎么？患者疼得太夸张，普通切口疝的疼痛程度不至于此，简单绑个腹带就可以解决。可这个患者全身冰凉，我怀疑是切口疝导致的肠梗阻。什么？肠梗阻？医生，拜托你们想想办法，急诊让我来找你们，说你们能救我爸。急诊来让你找我们？谁跟他讲的？王主任。今天急诊值班的是关良医生，他那边诊断说患者病情太急，怕时间不够影响治疗，就让我带患者来你们这儿了。胃肠外科的关良，我就知道这关良没安好心，平时遇到这种胃肠外科的病人，巴不得全来他们科室里去，哪轮得到送到我们普外科来给病人治疗？今天倒是个好心，主动让人把患者送上门，根本就是看出了这个患者情况太棘手，他们怕担风险，不愿意接受，又不好直接拒绝，就拿我们普外科当挡箭牌，居心叵测。主任，他们能当甩手掌柜，干这种没底线的事，咱们普外科绝不能像他们这么没良心。我知道，先带病人去急救室，时刻关注生命体征，确保无误。快走！哎呀，好疼啊！患者心率129次每分，呼吸频率29次每分，氧饱和度91%，
血压82/45毫米汞柱。护士，病人验血结果呢？有没有感染？各项检测报告一起带过来没有？成，我还问了，这官僚为了赶紧把患者塞回来，最基础的检查都没给患者安排，着急忙慌就把人送了。现在立刻带患者去做检查，所有血液相关的一个都不能少。对了，病人大概率要做手术，赶紧做血型和交叉配血，优先送去输血科。好。不管其他人怎么不守医德，拿患者性命开玩笑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毕竟，这不只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。立刻安排腹腔镜手术。小江，你确定要做？这可是急诊情况下的腹腔镜手术啊！是的，主任，风险太大。目前的腹腔镜技术本来就不够完善，就算是省医院做，也会优先挑有把握的患者来。可我们这个病人情况特殊，常规开腹都未必能成功啊，更不用说这种风险未卜的腹腔镜手术。要不还是再观察一下，等患者稳定些再安排手术。主任，等不了了，病人的情况已经导致肠梗阻，再恶化下去引起感染，就彻底完了。主任啊，行，小蒋，你安抚好患者，准备手术，我去和他们家属沟通。要不我去跟家属说吧，今天本来就我值班。没事儿，我是咱们科的主任，手术也是我拍板决定的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来担。你照顾好病人，做好术前工作，剩下的交给我，你不用担心。那等会儿要用的腹腔镜设备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去解决。你做好术前工作，其他的等我通知。好。有病吧？大半夜的下了班还打人休息。喂，哪位？哦，汪主任啊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有何贵干？深更半夜的，汪靖康竟然想拿设备，那可是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的腹腔镜设备，这老家伙成天都在寻思啥呀？一把年纪了，安安生生等着退休得了，折腾个什么劲儿？再说了，他自己不清楚领导为什么不让动用那台设备吗？汪主任啊，事情我已经了解了，只不过想用这贵重仪器，光我同意不算，还得院长答应才成。这会儿都半夜了，你要的这么急，我得花时间来准备。你看，要不等我通知？自打我当上科长，还没人敢这么对我。老不死的，竟敢直接挂我电话！好，走着瞧，着急是吧？我急死你！喂，林院长，实在对不住，这会找您，有个急事儿跟您汇报汇报。这个陆晨，成天就知道说点场面话，靠谱的事他是一件不干，性命攸关的事他还敢让我等到他通知我，早就来不及了。什么狗屁规定！我现在就去设备科把东西拿回来。反正普外科要解散，我也到退休年纪了，我不信还有比这更糟糕的。什么情况啊？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还不回来？难不成送过去的病号又给我推回来了？今天普外科值班的是谁？好像是个新人。今天摊上这种事儿，算他命不好。哼！怎么样，人送过去了吧？以后这种麻烦事别找我，我可懒得管了。为啥？他们的人说你了？你想多了。我们一到那儿，人家就围着患者忙开了，安排术前检查，根本没人有空跟我说话，这才磨蹭到现在。这么回事啊？等下，你再说一遍，他们做术前检查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整个医院就他们可以做这个手术。我刚才还挺痛快，这会儿又改主意，以后跟他搭班可得注意点，别被他坑了。这种程度的切口疝和肠梗阻，江成刚那傻子竟真安排患者去做手术了，这摆明了就根本不可能成功啊！不行，万一手术失败，病人没挺过来，家属咬定是我让他们去普外科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完了！这事要是让其他人知道，我在医院可就彻底没法混了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普外科汪主任也在。我走那会儿，好像听他们说要给患者做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对，腹腔镜手术。这下彻底没救了。要是说开大刀成功是天方夜谭，那这腹腔镜手术简直就是把患者送到鬼门关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必须拦住他们，再不济也得去跟家属把话说清楚，千万不能为了这个砸了我的饭碗。还没做完吗？
问了好几次都说快了，结果等了整整1天，干嘛不提前说清楚？害得我们着急忙慌来这儿干等。不好意思啊，记者同志，我们这就叫人再去看看。主要是这场手术难度太大了，怎么说都是新技术的应用，必然是要花一些时间去攻克的。按理来说，这场手术不该这么长时间都拿不下。肝胆外科那帮人可是打了包票说不会出错的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联系媒体，让他们过来报道的呀。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本来下午就该出来，结果拖到现在都半夜了还没结束，难道出事了？你看那人慌慌张张的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还能有啥？肯定是里面出事儿了。不能吧？可千万别啊！真要失败了，大家今晚都别想睡踏实。我操！搞什么？这儿怎么站这么多人？连媒体记者都在。关良，你不好好值班，来这儿凑什么热闹？苏主任，您在这儿啊？我来没别的，就是想跟您说个事儿。赶紧说。关良，你这事儿办的的确不对，下次注意，类似的情况不要再发生。关良啊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？他江城就是个新来的，哪来的本事给患者做手术？谁给他的胆子？可是主任，据说汪靖康今天也在呀。还没想通。只要汪主任在，就绝对不会让那个江成刚去安排病人手术。自打上次出事之后，汪靖康变得特别小心，这种风险程度的手术他根本不可能点头答应的。依我看，他们这会儿肯定在跟患者家属沟通，让家属签字放弃手术，省得病人白遭罪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一个新来的哪儿可能有本事？对呀，还是那种程度的手术。来了。这个病人看着情况很严重啊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大半夜的，看来是要急症手术。你们看，患者的肚子大得离谱啊！难道是肝癌导致的腹水吗？应该不是，要是腹水的话，患者只会大肚子，其他地方必定骨瘦如柴。可这个人体重没问题，还插着胃管，应该是胃肠道方面的问题。患者要做急症手术，无关人员请立刻让开。这哪个科的气场这么强？这场手术难道是他主刀？太年轻了吧！主任，您看见了吗？这人就是那个江成刚，普外科新来的，他已经带着病人进去做手术了。你刚刚还说他没胆子这么做。这个汪靖康想什么呢？竟然同意新人瞎折腾，除了叉子谁来担责？主任，听护士说，这手术是汪靖康点头允许的，而且他们准备做的是腹腔镜探查，不开大刀。什么？汪靖康还有胆子做这种手术？他真不怕患者再出意外？好在之前那场事故，普外科的势头才没那么猛了，要不然今天肝胆科做的这个胆囊癌根治术，估计早就成他们普外科的囊中之物了。哎，主任，那是汪主任，他手里推的什么设备？屏幕这么大，像电视。腹腔镜成像系统？不可能啊，怎么会在这儿？腹腔镜是新技术吗？算是吧，你别问了，就是个新设备而已。奇怪，这个设备早就被院里锁起来了，汪主任是怎么拿出来的？你的意思是，刚刚那名医生推进去的患者要做的也是新手术？快，汪主任，拜托你，一定要让我父亲醒过来。别担心，我向你保证，必定拼尽全力给你父亲治疗。谢谢汪主任。你在这等着，有进展会通知。我看错了吗？感觉汪靖康今天有点不一样啊。主任，患者估计已经开始手术了，现在咋办呢？哎呀，关良，我劝你还是想清楚，现在最好别去找患者家属说这个，否则容易挨揍。你就祈祷吧，希望这场手术能成，否则真出了问题，谁也兜不住。哎呦，主任，你看能成吗？这谁能猜到？没准能成呢。今天这事儿已经把咱们都架在这儿了，除了祈祷什么都做不了。哎呦，我真是活该，非要碰瓷他们普外科，给我自己玩进去了，真是造孽呀！你是啊？我是普外科江成刚，今天有劳各位老师了。这场手术是急诊下腹腔镜探查术，汪主任他马上就到。手术过程中要给患者建立气腹，麻烦您多盯着点病人的呼吸机参数和动脉血气分析。又是腹腔镜，怪不得汪主任点名要我到场，原来是这事儿。之前那场腹腔镜手术出意外，在场所有人全都挨了处分，谁成想今天竟然又是这种。也罢，谁怕谁啊？来，设备到了，让一下。好，小乐，你来的挺早啊。嗨，汪主任，又是您。江志刚，我特意吩咐手术室的人找了全院最好的麻醉医生过来，剩下的可就看咱们的了。主任，您放心。放心？这怎么让人放心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才只是院里第2次做腹腔镜手术吧？
第一次搞达成那种地步，他们两个竟然还聊得下去天儿。汪主任，患者麻醉已经好了，准备好可以手术。有了啦。陆哥，等会儿给病人做气腹，麻烦将呼吸机调成压控模式，频率也尽量调快一些。你这是在质疑我的技术吗？你误会了。通常来说，做气腹用的是二氧化碳气体，这种气体在腹膜内会导致人体二氧化碳含量提高，从而引起短暂的高碳酸血症。然而气腹会把病人的腹腔撑起来，压力一大，病人的膈肌也会随之上移，挤压肺部，容易导致气道压力过高。因此，一般情况下，在麻醉时调整呼吸机参数，选压力模式会更安全，能有效避免病人的脏腑受气压伤。而要说起为何调快呼吸频率，是为了让肺部交换气体更迅速，将身体里多余的二氧化碳尽快排出，缓解病人高碳酸血症的病症。我没听错吧？他说的是麻醉的专业知识吧？他一个外科医生竟然比我还懂。今天的手术肯定成。江成刚，您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这种透彻的讲解，我去省医院进修的时候都没听到过，太厉害了。江医生，那患者的呼吸参数该怎么设置？陆婷可是咱们院里麻醉方面的骨干呢，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丝毫不逊色于主任级别的。真是想不到，这会儿竟然这么谦逊的向江成刚请教。这个不难，先参考患者的身高体重，得出潮气量，再依据肺保护性通气的要求，调整呼吸压力和呼吸胃正压，就可以看着动脉血气分析的结果改善呼吸频率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懂了。小江，仪器调整好了，开始手术吧。好，主任。主任，江医生，你们二位站反地儿了吧？其实没站错，腹腔镜手术的站位跟传统手术不一样。不好意思，原来这样，我第一次参加腹腔镜手术，不太清楚。小江，你看，主任，我来帮你扶镜子吧。我明白主任的意思，只是目前我的资质还没调整，理应不能主刀。况且对于腹腔镜手术来说，扶镜子这一步也很重要。好，那你来吧。这破权限真碍事儿。等今天手术一结束，我立马就去找院领导调整权限，哪怕领导不同意，我也必须让他给江成刚的权限调到4级。主任，患者的术前消毒准备已经完成。好，开始建立气腹。这手法也太原始了，不过考虑到现在技术的程度，也没什么好意外的。主任到底是去进修过腹腔镜手术的人，不论开刀还是游离都非常专业。真的？虽然我腔镜手术做的少，不过之前也是私下用替代品练了好长时间的。来，气腹针。主任，我试试吧。行。还挺顺手的。江成刚这刀可真刁钻的，这角度和深度分寸拿捏稍有差池，就是一场医疗事故啊！穿刺顺利完成。准备呼吸机进行加压，开始进行气腹。陆哥，准备抽动脉血，根据二氧化碳情况做血气分析。收到。别盲探，保持冷静，用你的食指和无名指卡死穿刺点两端，把皮绷紧，定位在掌横纹近心端1厘米，45度，送入半公分。行，明白了。回血了，江医生，幸好有你在。我的天哪，江医生你真的太厉害了！动脉血管起手摸都未必能摸到，你只用看就能判断出正确的位置，简直像是自带了一台活体超声啊！操作、诊断、麻醉都已经是顶尖，没想到连血管解剖都精准到这个程度。小江这本事实在深不见底呀！哪有那么多匪夷所思啊？他们想太多了，这不过是解剖结构和血流动力学在皮肤表面的投射罢了。若非无菌限制，这种级别的穿刺，也就是肌肉记忆般的瞬间反应罢了。江医生，你判断的非常准确，病人确实是高碳酸血症那就行。陆哥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按原定参数切换压控通气吧。行，我立刻做。小江要打5个孔？不用，3个孔就足够了。听你的，那就打3个孔。这5孔法我都需要全力以赴，他竟然要缩减至3孔，这份举重若轻的掌控力实在惊人。
看他气定神闲，再加上之前游刃有余的操作，今天这手术恐怕还远未到他的极限。这般年纪，这等能力，让人不服老都不行啊！主任，观察孔、操作孔建立完毕，可以下镜子了。好。被他这么一做，这手术看着好像挺简单的。啊？视野真清晰。原来腹腔镜是这么做的，真神奇啊！这延迟和噪点太差了。主任啊，我看病人肠壁粘连严重，可是肠管红润，血运良好，不用切除，行粘连松解术即可。没问题。好。主任，关注肠系膜上缘有炎性水肿，游离时避开下方的动静脉交通支。好。主任，现在进行小肠分离，动作幅度收一点，采用钝性推波，避免钳子间形成缑切力，划伤肠壁导致车祸。好的。这到底谁是主刀，谁是遗柱啊？江医生的能力太强了，我们压根没搞清当前结构，他就已经预判下一个风险点了，根本不用反复确认，连回头都不用了。没错，有江医生坐镇，心里就特别有底气。这种感觉前所未有，我几乎不用考虑下一步该看哪里，镜头就被提前调整到最完美的角度，像是一位绝世高手握着我的手引导我，完成每一个精妙的动作，简直行云流水啊！主任，手术结束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主任，还有个事儿。怎么了？还有步骤没完成？结束了？这台让我如临大敌的手术就这么结束了？病人的性命保住了，梗阻也治好了，我明明应该高兴啊，可这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是怎么回事？好像还很意犹未尽。主任，肠梗阻的危机已经解除，这会儿麻醉还在有效期，你看要不我们顺手把那个切口疝补上吧？对，光顾着处理患者的急症了，把这茬给忘了。修补这么大的切口疝，难度系数比刚才还高，哪怕是平时我都得打起12分精神才行。可刚刚才做完腹腔镜手术，我的状态已经严重下滑，况且用腹腔镜器械就意味着失去触觉反馈，就算有江成刚在这里坐镇，我这双手恐怕也未必能胜任。汪主任，疝气修补，可是2级手术？没错，这种2级手术，以江医生目前的授权，是能够独立主刀的。小江，你该不会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到这步了吧？原来如此，来，小江，你来主刀，我给你扶镜子。这反了吧？江医生主刀，汪主任扶镜子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全院能做腹腔镜手术的只有汪主任一个人吧？江医生他真的可以吗？汪主任调整镜头位置。奇怪了，我手稳得很，动都没动，镜头怎么会偏呢？准备游离疝囊，主任视野稳住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我明明没动，但镜子角度却不对了？是江成刚的动作实在太过迅速。刚开始我还能勉强跟得上，可自从碰到那个巨大的疝囊之后，江成刚的分离钳转动速度快如惊雷，我没看错的话，都出现了残影。没想到光是跟上他的节奏，体力就消耗这么大，我这老头子快撑不住了。游离结束，准备疝内融入，回纳腹腔。主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主任，扶镜子的确很耗神，您要不要在下面休息一下，缓一会儿？我有没有事儿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这种操作速度，谁吃得消啊？不用管我，你们继续。好，也快结束了。他的速度是不是放慢了呀？难道他在顾及我的体力？我这把老骨头到底是被嫌弃了呀？算了，无妨，嫌弃就嫌弃吧。我们普外科有希望了。汪主任，手术是不是快结束了？准备后续工作。效率真高啊！巡回准备 E-PTF1补片，陆哥，预计5分钟后结束，有劳调整一下麻醉用量。江医生，你说的 PTF1补片是什么呢？硼化聚四氟乙烯补片，咱们这儿没有。小江，院里目前只有聚丙烯补片，你说的那个是新东西，咱们这儿没引进。行吧，差点忘了，现在是90年代。那就聚丙烯的吧。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这个胆囊癌根治术不是说好了下午就来收尾的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好啊？嘘，快别提了，主任正因为这事儿生气呢。隔壁搞生命的，吵成这样还怎么做手术？计划全被打乱了。明明上次检查还局限在胆囊的肿瘤，
现在竟然大范围扩散，不光是胆囊，就连淋巴和肝脏这种地方都无一例外全被病变感染。要不是因为病变得太严重，手术早结束了。好在患者的胰腺还没发现感染，否则以我的临床经验，根本就完不成这个以12指肠切除术。宋主任，是普外科那边，听说刚完成一场急诊手术，现在手术完成，安排患者下台了。普外的急症，他们能有什么难度啊？估计就是切个阑尾罢了，没见过世面的东西。真是够可怜的。现在胆囊以上的患者啊，都归我们肝胆外科来管，哪怕是最简单的疝气修补，都分给了胃肠外科，更不用说肠梗阻、左半结肠切除术、胃大部切除这种复杂手术。他们普外科也就那个王景康，剩下的谁能应付得来？等他们血管肛肠科建起来，不用想都知道，这以后啊，怕是连割痔疮都没有普外插手的份儿。普外科这帮人做个2级手术就高兴成这样，怕是没见过咱们这种4级手术吧？这要是让他们来做，万一做成，怕不是要敲锣打鼓了？一群井底之蛙。哎，老张啊，还没想明白，户外这艘破船快沉了，你再不跳船，以后后悔都找不着地方哭。